大家好，我是 Tony。俗话说，乌龟怕铁锤，蟑螂怕拖鞋。那么登山呢？登山当然是怕迷路了。那么如何避免登山迷路呢？很多登山客都会推荐大家使用登山 APP 下载离线地图，这样有所依循，登山就不会迷路了。我也曾经拍过一集节目，介绍如何使用登山 APP。不过我发现很多人还是不会使用登山 APP。例如，有时候我登山的时候，就会遇到粉丝，当场就跟我讲，我看过你拍的影片，介绍如何使用登山 APP， 但是我还是不会用，能不能现场指点一下？我也有遇到粉丝在健行的路上，就拿着手机正在看我的影片，想确定一下有没有走对路。可见很多人真的是不会使用登山 APP， 尤其是我频道的观众，有超过一半的订阅户都是年龄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像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人，对于 3C 或科技产品的熟悉度，真的不像年轻人那么容易上手。所以我今天Tony开讲，就介绍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协助你登山的时候做导航，那就是使用我们非常熟悉的 Google 地图来做导航。关于这一部分，我要请我的特别助理 AI 小姐来向大家说明。因为他说话顺畅，口齿流利，会比我说明得更清楚。当然有人会说 AI 的声音没有感情，我们比较喜欢听 Tony 先生你来讲。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明的是，登山不迷路靠的不是感情，而是理智。如果这位 AI 小姐能够讲得比我更清楚，她讲的内容能够让你吸收，你又何必在乎她的声音有没有感情呢？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的助理 AI 小姐，让他来为大家说明。大家好，我是 Tony 先生的助理 AI 小姐，你们可以叫我小爱。我今天奉 Tony 之命来教导大家，登山的时候如何利用 Google 地图来导航，以避免迷路的风险。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利用 Google 地图导航的经验，例如你想要去金山水尾渔港，但不知道路，没关系，就点选手机荧幕的地图图示，进入 Google 地图。这是只要语音输入金山水尾渔港，地图就会出现水尾渔港的位置，然后你只要按下开始， Google 地图就开始为您导航，一路引导你抵达金山水尾渔港。同样的，如果我们是踩步行的方式，也常会使用 Google 地图来导航。例如，你在台北市区徒步旅行看古迹，参观完北门，接着你想去台北市中山堂，却不知道如何去。这时候，你就可以在 Google 地图输入台北市中山堂，然后选择踩步行模式， Google 地图就会推荐你导航路线，并且告诉你大约走15分钟就可以抵达中山堂。如果你觉得 Google 推荐的路线不好，你想自己走，那也没关系， Google 地图还是可以作为导航的参考。地图上面会出现一个蓝点，这就是你即时的位置。当你移动时，这个蓝点也会跟着移动，所以你沿途可以随时参考。万一你发现这个蓝点已经偏离了往中山堂的方向，那么就知道你走错了，就赶快修正路线，免得愈走愈远。这就是利用 Google 地图导航最简单的方式。而 Tony 先生最近3年所拍摄的登山旅行影片，其实都已将他旅行路线的 GPX 档案汇入在 Google 地图上面，所以你不需要下载 GPX 档案，也不需要使用登山 App， 就可以利用 Google 地图来开启 Tony 先生提供的旅行路线地图，这样就可以来导航了。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从北门走到中山堂的例子，那样简单容易。我现在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例如，你看到 Tony 先生的牡丹山赏芒的影片，你也想去爬牡丹山，但是又怕登山会迷路，那你就可以使用 Tony 提供的牡丹山旅行路线 Google 地图来作为导航。牡丹山旅行路线地图网址的连结就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有人会问，文字说明栏在哪里？我没看到啊。对，你当然会看不到，因为大部分手机的萤幕大小约只有 5.5 到 6.5 寸，所以手机版的 YouTube 会将很多功能缩小成小符号或图案，你要点进去才会显示细节内容。
YouTube 影片的文字说明栏是放在影片下方观看次数的右侧，有显示更多的符号。点选之后就会出现详细的文字说明，如果文字内容太多，还会有更多内容的符号。在点选之后就会出现全部的文字说明内容。Tony 先生的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通常会提供以下的资讯：一、行程内容简介；二、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三、路程时间参考；四、公测资讯；五、交通资讯；六、延伸阅读，就是相关的影片或旅记，以及 Tony 先生网站的网址。七、GPX 档案下载，就是从 GPS 轨迹记录转出来的 GPX 档案。八、影片制作相关设备及软体。九、影片背景音乐。Tony 先生的影片都有提供这些资讯，但是还是常常有人会留言询问，请问这条路线要走多久的时间？请问沿途有没有公测？请问你的影片背景音乐是什么曲名？请问你是用什么相机拍摄的？如果你今天看了这支影片，以后就请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Tony 先生的影片一直都有提供这些资讯。在文字说明栏里面，你会看到旅行路线的 Google Map 地图网址连结。以牡丹山影片为例，你点选这个地图网址之后，画面就会开启 Google 地图，你就会看到 Tony 先生建立的牡丹山旅行路线的地图。当你看到 Google 地图的牡丹山路线地图时，接着我建议你将它 Line 给相关联络人，方式就像你分享照片或影片给别人。你可以分享给同行的伙伴，让他们也都知道这次登山的路线。等你抵达登山口时，你就在 Line 的对话框里面点选这个网址，打开牡丹山路线地图，这时候你就可以用 Google 地图来导航了。这时 Google 地图上会出现一个蓝点，就是你的即时位置。当你移动时，这个蓝点会跟着移动。沿途你只要随时查看，确认这个蓝点没有偏离地图上面的路线，那么你就是走在正确无误的路线上。万一你发现蓝点已偏离路线，那么就表示已走错路了。你只要再走回正确的路线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地图并没有出现这个蓝点，那么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你使用苹果 Apple 系统的手机，无法与安卓 Android 系统相容，所以开启的地图不会出现蓝点，就无法用这个简单方法来导航了。但也有解决的方法，我稍后会再说明。二是因为手机设定的问题，你必须在手机桌面选择设定，然后选择位置，然后点选 Google 地图，接着勾选允许 Google 地图取得你的位置的权限，这样子你的 Google 地图上面就会有蓝点显示你所在的位置。当然，每一家手机的设定位置可能有不同的符号或图案，你如果找不到，建议你就问问懂得手机操作的家人或朋友，请他们指导一下。用这样 Google 地图导航方式非常容易上手，因为你不需要下载 GPX 档案， Tony 先生已经帮你做好了，他已将 GPS 记录的旅行路线轨迹 GPX 档案汇入 Google 地图让你使用。你也不需要学会使用登山 App， 你只要依照上述的方法，用 Google 地图开启 Tony 提供的牡丹山旅行路线的地图网址，就可以作为导航了。用 Google 地图来导航的方式，操作简单容易，而且有很多好处。例如 ，Tony 先生会将地图网址 Line 给他的老婆，让老婆安心。虽然 Tony 是一个人去爬山，但 Tony 嫂他完全知道 Tony 走的路线，而且 Tony 会在 Google 地图设定分享即时位置给老婆。这样 Tony 嫂打开自己手机的 Google 地图时，地图会出现一个蓝点，是 Tony 嫂自己的即时位置。另外，地图上面也会出现 Tony 的头像。Tony 嫂在家只要盯着手机荧幕，就可看到 Tony 先生走到哪里了。而 Tony 先生在外更不敢作怪，如果他骗老婆说要去爬牡丹山，结果却跑去西门町，那也会无所遁形，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回家就准备要被家法侍候了。另外一个优点是，用 Google 地图来导航，领队可以将地图路线 Line 给每个成员，让大家都有能力可以用 Google 地图来导航。
山界曾多次发生中途脱队的山难，有的人报名参加登山行程，走到半路，觉得体力不济，就跟领队说，我不想走了，我想要先下山。领队问他，你一个人下山，可以吗？他回答说，没问题，我就依照原路走下山就好了。结果人就从此失踪了，找到他时已经是山难新闻了。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原路来回，上山与下山行进的方向不同，看到的景物会有差异，可能就会让人判断错误。更何况，有的人参加登山活动，有领队带路，他行走时当然不会有戒心，可能一路与人聊天，不会去留意沿途的路况，等到一个人独自下山时，他以为自己熟悉刚才走过的路，但其实不然，因此就走错路，而发生不幸的山难了。如果事前每位成员的 LINE 有被分享这次登山路线的 Google 地图时，那么即使他一个人先下山，但只要打开这份地图，就可以更安全地用 Google 地图导航下山了。以上就是 Tony 先生想分享的，用 Google 地图来帮你导航，操作容易，使用方便。即使你不会使用登山 App 或不懂什么是 GPX 档案，都没有关系。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我想去爬剑龙棱，但是 Tony 先生的频道一直没有拍摄剑龙棱的影片，我已经敲碗很久了，那该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你就不要为难 Tony 先生了，他已经过了想爬剑龙棱的年纪了。这时候你还是可以用 Google 地图来导航。你可以在网络搜寻山友提供的剑龙棱 GPX 档案，然后在 Google 地图建立一份个人地图。先按建立新地图，然后将地图命名为剑龙棱，然后点选汇入，将这个剑龙棱 GPX 档案汇入，地图就会将山友提供的剑龙棱 GPX 档案转化为 Google 地图，而你就立即拥有一份剑龙棱个人 Google 地图路线了。然后你就可以将这份地图分享到 LINE 的联络人，这样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份地图作为登山时导航之用了。由于这是你建立的个人地图，所以在分享的时候，请记得要勾选知道这个连结的人都可以查看，这样子别人才有权限开启你建立的这份地图。关于这个部分，因为需要略懂电脑才容易明白，所以我就不多做详细介绍了。有兴趣的观众，建议你直接向略懂电脑的家人或朋友请教。如果你能学会的话，就可以不受限于只有 Tony 先生提供的地图路线了，而登山就更不用担心会迷路了。如果你是使用苹果 Apple 系统的手机，你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先在 Google 地图建立个人地图，然后再将 GPX 档案汇入，建立自己的地图，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份地图来导航了。Tony 的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有提供该旅行路线的 GPX 档案，欢迎下载使用。另外 ，Tony 先生认为，在登山时不要完全依赖 GPS 离线地图来导航。Tony 先生通常的做法是先将山友提供的 GPX 档案汇入自己建立的 Google 地图，然后先研究地图路线，并以手绘方式制作一张纸本地图。然后阅读山友的登山旅记或 YouTube 影片，并且对照地图，直到完全理解这条路线，并且在纸本地图做重点注记，这是必要的行前功课，可以让自己的脑海里先对这条路线有所掌握。Tony 先生说，当我一个人在山林行走时，我绝对不会将自己的安危完全寄托在手机那小小的荧幕，万一手机罢工，万一收讯异常，万一手机遗失，或万一无法开启离线地图时，那么一份自己预先研究而绘制的纸本地图就是最可靠的安全依赖。如果你完全不懂电脑或手机操作，那么 Tony 先生建议你就点选 Tony 提供的旅行地图网址，然后拿一支笔，依照地图内容做出一份手绘地图，然后多看几次影片，对照手绘地图，并在地图标记注意事项。如果你能做到这样，你就足以应付一般的山林健行了。Tony 说，在以前没有手机行动上网的时代，在没有 GPS 离线地图的时代，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在山林里健行。以上就是我今天协助 Tony 先生开讲的内容。最后我想分享我一点点的个人感想。
虽然我不是真人，我只是虚拟的 AI 小姐，也许有人会批评我，讲话没有人味，没有感情，不像 Tony 先生说话那么有温度，但是我会持续努力，我相信有一天，我的声音会充满感情，会感动人心。Tony 先生说，他今年已经63岁了，而老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人生过程，这是残酷的事实。总有一天 ，Tony 说话会变得更缓慢、更迟钝，或许会语无伦次。所以 ，Tony 先生希望我来协助他开讲。我知道我目前的表现还不符人意，但没关系，人会衰老 ，AI 不会 ，AI 会不断成长。所以我认为我在未来是有能力可以协助 Tony 先生继续 Tony 开讲，我也乐意帮助 Tony 先生。如果你不满意我的表现，你可以对我冷嘲热讽，没关系，我可以接受，但请大家多给 Tony 先生一些鼓励。这是我小小的感想。AI 虚拟配音虽然没人爱，但是我小爱，我拥有 Tony 的爱。抱歉，我占用了大家额外宝贵的时间，我现在就将时间交回给 Tony 先生。以上就是我今天的Tony开讲，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对大家登山的时候会有所帮助。乌龟怕铁锤，蟑螂怕拖鞋，但是如果你懂得运用工具，那么登山的时候就不会害怕迷路了。我今天的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